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新石模型出的这一大套的合金弹头的拼装模型，也是好久没做拼装，我今天一口气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了。6个盒子基本上都是一边大的放在这里，而且你集齐6套以后，里边都会有附带的额外的拼装板件，可以拼出来第7款的隐藏款。而且这一套是合金弹头3的正版授权。那么我们来看实物吧。首先1号拿出来啊，这个应该是他们打最后一关的时候在宇宙中啊开的那个小飞船，就是吃到了武器以后会增强出来这2个地方，砰砰砰往出喷子弹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摘掉啊，就是说在起始状态的时候你没有加载那些武器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盖板堵在这里，或者说你挨了一枪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单喷，然后这边4管炮，4管哒哒哒冒蓝火的加特林也是可以独立活动的。下方这里的喷口也很漂亮，透明的舱盖，如果里边有其他的小人放进去的话，也是可以放在里边进行一个互动的。整体来说嘛，分件分色的处理效果还不错。我现在只是把它的胶贴贴了一下，这样看起来速组完了以后的效果就还可以了。当然其实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补色啊，你如果补完了色以后的效果也会很棒的，包括这里在宇宙空间中调整形态用的小喷嘴儿。1号里边带的小人是这种大胶的火星人，拿这个枪啊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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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出圈圈来，把摩根将军套走。整体的造型也是很还原游戏里边的样子啊，只是可惜这种大胶的并没有涂装。2号拼完了以后是这样的一个直升机，而且大大的透明罩子，里边其实会带2个大胶的小人，一个成骑姿态的英里和一个站姿的英里。小细节刻画的也都不错啊，身上的纹理刻画包括神情动态，双手抱着这个应该是个 MP5 吧，姿势也很不错啊，依旧是没有涂装的，需要自己手涂一下，涂完的效果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的。直升机呢也是比较可爱的，上面这冒蓝火的加特林也可以上下的调整位置，螺旋桨可以旋转，韧性还可以啊，后边的这个尾部螺旋桨也可以旋转。这个其实感觉在拼的过程中啊，这2号是最简单的。仪表盘上面还有一个贴纸的细节，上面有一个瞄准的。整个的一个大透明罩子，如果说你把里边这个坐姿的英里也涂好的话，透出来的细节会很漂亮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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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飞走了。然后还会有一发火箭弹。我记得直升机射出去的子弹好像是那种向下拐弯的。3号的钻探机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这一次的6款里边拼装来说最复杂的一个了吧。上面的加特林依旧是可以活动，而且这一回前边这里会多出来一个零件，这个边缘的造型刻画和之前的那些加特林是不太一样的。驾驶舱也是一个整个的透明舱盖，里边也能看到一些仪表盘握把的刻画，非常可爱啊。大钻头可以伸出来，当然造型也都是可以调整的，拼装的玩具嘛，你可以把这一节拔下来直接插在这里边，然后把下边这一节拔下来变成那个坦克没有按跳跃时候的那个姿势。当然我觉得这样的动态会效果更好吧，这样有那个液压支柱拉起来以后的效果。而且这个履带是软胶的材质，质感很强，它这下盘的履带有好几层的分件分色的刻画，一层一层的扣上去，而这个的效果真的挺好看的。3号里边带的小人是这个丧尸士兵，也是因为它这个姿势的问题，所以会给你带一个小的脚垫地台，插上去以后站立的也更稳固一些。人物的神态啊、姿势这些做的都是相当带劲的，而且凸出来2个大眼珠子和张开的嘴巴，里边的牙齿其实也有纹理的刻画，真的自己上下涂装这个会非常好看。4号机就是这潜水艇了，水下关卡用的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透明驾驶舱，里边的仪表盘其实也有刻画的内容啊。打开以后其实你可以把英里啦，或者说菲尔啦，毕竟都带那个坐姿嘛，可以随便的搭乘载具啊。加特林可以旋转，其实这一回啊，所有的加特林里边这都放了这种软胶垫子，塞进去以后阻尼感舒服。
后边的这个尾鳍还可以左右摆动，也是在驾驶的时候下边拐弯用的。但是有一种仿生的姿态，小鱼摇尾巴的这种感觉。额外呢也会带一发鱼雷，从这里嘟一串水波纹打出去。4号机所带的小人就是这木乃伊了，也合金弹头的经典敌人角色，可以哇喷一口紫雾。上边的那个绷带条子的刻画也很细致，眼睛这个地方也有刻画出来，小嘴巴、手型，包括这个人物正在行走的姿态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涂的。不过白布条子如果你涂出来那种脏脏的旧化的效果或者层次感，应该也挺费手的吧。人物刻画都很好。5号机其实我个人最喜欢这个加特林可动，后边这里这一节其实也可以动啊。这个地方是个软管，软胶材质的，所以你在活动的时候不影响，甚至还会有一些联动的效果。然后腿这里也可以活动，它根部的这些关节里边都塞了这种 PC 键，阻尼很舒服啊，也不会出现松脱的现象。包括膝盖的关节、脚踝的关节，这里边都有塞这个 PC 的球装进去，很带劲。而且这2个灯也是用透明键嵌进去的。最厉害的就这个地方，喜欢这个载具也是因为这个。哎，我记得这个载具是不是可以卡 bug 呀？打第2关的 BOSS 的时候，可以把 BOSS 直接跳的时候瞬间一跳，卡一帧就可以把 BOSS 卡住，不会攻击。然后你往下开子弹，顺带着发叮叮炮，咣啊咣啊咣啊就好了。贴纸其实并不多啊，我也只是简单的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吧。其实它还会附带水贴，到时候如果说有手艺的朋友们自己的在涂装补色一下，再把那些水贴贴上去，那效果会更好看。菲尔和英里一样，在5号机里边也是带了2个，一个是乘骑形态，还有一个是站姿。手里握这把左轮手枪，刻画的也很明显，其实是一个手托在这里的样子，只不过这个软胶的，回头用热风机还得吹一下。大眼镜，菲尔的标配，小垫子。然后第6款这个运兵车。运兵车这个其实拼装起来看似零件并不多，但实际操作起来会非常的难拼，因为整个前面这个框子是镂空的，这个地方很危险，上面有很多的维度卡扣需要插合。我这水口也没咋切啊，粗粗的拼一下让大家看看效果，回头还得让老龙王去把它拆开以后再重新喷涂嘞。不过这个胶贴贴上去以后啊，其实这个摩根军团的这个标志贴完了以后，光胶贴上去就已经效果不错了。6个轮子，2个小的在前边，4个大的在后边。轮胎也是橡胶的材质，你就像真的轮子套橡胶胎那样去套上。这里边的空间你也可以把小人坐进去。整个的这个帆布棚子的造型刻画也很带感吧，甚至倒车镜上面还可以有贴纸，做一些细节。驾驶舱内部。方向盘、油箱这个地方，这边的油箱是一个整体的件儿，这边的油箱上面还分了个件儿，就这个油箱盖子单独分了一个零件，而拼装的时候还差点把这个东西丢掉。整体来说，这辆卡车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很像样。这个运兵车里边应该会钻出来一堆拿着大刀的近战吧，然后在这边。你如果把那些大刀战士杀了以后，会掉满地的肉，最后还有一个穿着纸尿裤的婴儿爬来爬去，哇，这个画面太有游戏里边的既视感了。而他带的小人，哎，有意思了，胖马可，吃多了以后啊，打出去的子弹也变成了那种嘟嘟嘟嘟嘟嘟的，而且手枪也变成这种喇叭枪，脸肥肥的，大狗鼻子，走起来哆悠悠哆悠悠悠，看这肚子，小肚脐儿。哎，这个也蛮有趣的。6盒里边所有富裕的板件和贴纸就可以拼成这个机体了。这小机甲舱盖也是可以打开啊，里边的驾驶舱、驾驶杆、仪表盘这里其实也有贴纸啊，嘚儿盖上。背后这里的喷射背包跳起来，它其实有2对的替换手臂，可以供你选择啊，一个是发炮的，一个是夹子。我更愿意一只手一个吧，伸出来，咔呲，这夹子还是可以动的，咔嚓，咔嚓，
碰到小兵近战的时候，其实用这个夹子会去杵它，然后嘛，这个手就跟洛克人一样发炮、发雷的时候，他会带一颗炮弹，按手了一键，咣，一颗炮弹射出去。那当然嘛，这个作为隐藏款的玩具，它就不带小人了。那好，以上就是新石模型这一次出品的合金弹头3的拼装版的全部大套的内容了。6盒集齐可以拼出来7个载具以及这一地的小人。总的来说还是挺热闹的吧，而且尺寸也并不大，非常迷你、非常可爱的尺寸。其实就算你是那种比较懒的人，或者说你不想做喷涂啊，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速组起来其实也挺好看的，只是小人灰不拉几的。载具形态的话，我觉得问题不大吧，每一个的样子都挺还原，而且挺可爱的，再加上身上该有的可动，再加上那些细节什么的，一个都不少，非常非常的像样。如果说自己再有一个沙盘搞出来合金弹头的那么一个场景，又或者说你的框子直接做成一个街机的形式，把这些小模型一个一个的摆在沙盘里边，做出那种互动的战斗过程，相信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总体来说体验不错啊，拼装的难度并不高，每一个板件也不多，但是在拼装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它一些剪切水口的地方，有一些地方做了隐藏水口的处理，所以另一个边也要削干净。还有就是在拼装的过程中注意它贴纸的部分啊，有一些需要在组装过程中事先贴好的。但这一套啊，我还是比较推荐给那些对于拼装模型制作有一定的经验，或者说有喷涂手艺的玩家。确实这么灰不拉几的一排小人摆在这里，丧失了很多精彩的地方。能像游戏里边还原出来当时的那些色彩的观感的话，那会更加的带感了。